他妈的，你们这个跟抢劫有什么区别啊？你们这样做生意，公司迟早要倒闭了。喂，今天修一台粉丝寄过来的一台比较老的机器啊，玉二哈苏。我们来看一下他写的纸条：江瑶方工你好，关注你很久了，本人是一名电子爱好者，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对无人机很感兴趣，也颇有研究。这个颇有研究要圈起来考啊！自己动手修好了很多台无人机，但是感觉你的技术更厉害，过奖啊，兄弟！这回遇到一个难题，玉二哈苏炸机后自己更换了一条机臂和一个云台电机加信号线。换配件之前只有一个云台被卡住的报错，换完后又多了一堆报错。研究了很久，发现是核心板问题。因为我有2台玉二，另外一台是玉二变焦，但是大部分配件通用。他这个话说的没错啊，玉二跟玉二变焦大部分配件都是通用的。我把变焦的核心板换过来就没问题了，这个操作也没毛病啊，确实是核心板可以相互调换用。我把核心板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了很久，也没看到掉零件的地方，测量对地阻值也很正常。测量到云台座子其中一个引脚电压偏低 2.2 伏，我靠，这都能被你测得到，看来平时没少看我的视频啊。其他都正常，看了一下点位图是直接连到 CPU 的，怀疑是炸机导致的 CPU 虚焊了，因为没有设备，想请你帮我重新焊接一下试试看，其他地方确定没问题的，我就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充个电。云台呢是有动作的啊，但是它并没有跟随啊，这一点就不对了。我们连个遥控来看一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这个遥控啊，我不太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夹手机特别难夹啊，这里就看到有报错了，加速度计数据异常，陀螺仪异常，云台无法与飞行器通信 ，IMU 异常，这个报错确实蛮多的啊。云台俯仰也不能控制啊，像这种情况应该是直接无法起飞的。这位兄弟呢，他在寄过来之前呢，有大概跟他报了一个价格范围的啊。根据他所说的啊，像他说的这样子，问题出在核心板上面。所以呢，我现在别的不看啊，直奔核心板看一下。他说的是 CPU 虚焊，但是我感觉不太像是 CPU 虚焊。它里面说到的一个细节，在换这些配件之前是没有这个报错的，换完之后才有这个报错，并且换完之后呢，交换核心板啊，用别的核心板也是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呢是确实出在核心板上面，但是还真不一定是 CPU 的问题啊。还有一根排线下来。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ar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根据这位兄弟所描述的啊，说实话，我比较倾向于他自己在拆装的时候把小零件给碰掉了。他说他自己在显微镜下面看过，但是呢，可能他看东西的经验啊，跟我的可能有点不一样吧。所以的话，我觉得我再重新看一遍啊，看他有没有看漏。这个板子的话，整体还好啊，没有变形，防水标也是白的啊，没有泡过水。1 hour later， 这个地方有点不太对劲呢。这个地方的话，它应该是有元器件的。我这个镊子刮过去，它是有很大的阻力感了，感觉被阻挡。仔细看的话，上面是凹凸不平了，这里很明显是掉了一个元器件啊。所有地方都看过了啊，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恰好呢是在这个云台座子附近。云台座子这里不是有根排线扣下去吗？它那个排线是平平的压下去的，然后它那个金属挡盖还会超出这个座子一点点，它会挡住这个电阻啊。当它这个排线盖上去的时候，这个电阻这个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呢，很多兄弟习惯拿这个尖头镊子就往里面一堆一挑，那这一瞬间这个地方的小元件呢就很容易弄掉，这个地方确实是掉了一个元件。我拿好板去看了一下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电阻啊，跟上面一样的电阻，是一个0欧电阻。0欧电阻掉的话肯定不行啊，虽然我不知道这个
他现在这一堆报错是不是跟这个店主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店主先补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效果。找一个从料板上面拆一个相同的店主啊，给它换上去。在换之前呢，先把这个焊盘处理一下。这个焊油搞得有点多了啊。找一颗0欧店主给它补上去。花了一点时间啊，店主已经换好了，我们直接上机测试一下啊，看一下是什么效果。哎，可以跟随咯，大家看，这个云台居然可以跟随了。如果就这样修好的话，确实有点尴尬啊。搞定了，一个报错都没有了。你看，兄弟们看一下，一个报错都没有了，现在准备起飞。真的可以了耶，看见没有？居然修好了，赶紧打个电话跟这个客户沟通一下了。喂，你好。你好。你是不是有一台12哈苏的机器寄到我这边来修的？是啊。现在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可能跟你说的情况不一样啊。就是现在我们检测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啊，并不是像你说的 CPU 的问题，所以的话呢，考虑到你这个机器比较老吧，收你100块钱算了。100块？换什么东西要100块啊？就是那个云台座子旁边呢，有个电阻掉了，你可能没看到，然后我把这个电阻装回去就没问题了。不是，你这个电阻是黄金做的吗？要100块？哎，算了，不修了，你原样装回来寄给我吧。兄弟啊，话不是这样说啊，你也是搞维修的是吧？然后你应该清楚，它这个价值不在于说这个电阻，是在于我给你找到这个问题。我知道，我确实有帮别人修过无人机，但是像你这种情况，我是没有收过钱。你这个太离谱了，我说实话。哎呀，你修这些问题都不收人家钱的吗？我不收。好吧，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然后这样子吧，你就算你不修，我给你装回去可以，但是这个费用我们可能要照收了。因为的话，像你这种情况，你自己在纸条上面也写了，你自己研究了很久都没找到问题，然后才寄到我这边来的。然后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我把这个问题一说，等于就说穿了，你也知道怎么修了。你们这个跟抢劫有什么区别啊？你们这样做生意，公司迟早要倒闭了。喂，我去，我话都没讲完，他就挂掉了。兄弟们刚刚都听到了啊，情况想必大家都了解了吧？我从来都不知道啊，100块钱有这么值钱的啊！说实话，早知道我直接跟他说 CPU 坏了要收300，我估计他会高高兴兴的接受。所以就是说，搞维修的啊，有时候很无奈，你就跟客户讲实话，他反而还接受不了啊。后续的话，我看一下还能不能想办法跟他去沟通一下啊。刚刚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呢，他直接把我电话给挂掉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